不忍，圆不了梦。唯有再前行，才能重逢。一段路到绝境，何处不是风景？卢昌府一事，臣可为陛下解忧，但臣有3个要求。其一，臣为陛下荡平路上的魑魅魍魉，陛下要助臣为黑云记昭雪，为定王府正名，为臣兄长洗冤。当年修文将军说是奉先帝遗诏进京，可又拿不出遗诏，这才……若无那封遗诏，此案难翻。臣在狱中时，牧羊侯对臣说，他把遗诏给毁了。牧羊侯怎如此大胆？陛下相信臣。朕相信堂兄。铲除牧羊侯，或有机会。好，朕答应你。牧羊侯不除，朝堂无清明。其二，臣请稽查提调之权。凡6部存档文牒，皆可调阅查看；凡涉案之人，皆可传唤问讯。请缉拿刑狱之权，凡5品以下涉案官吏，可不经大理寺执押诏狱。请上书密奏之权，京城方内，耳目探报、秘书直呈御前。其三，臣要一个人。装好了，我说装啊！我们家新出的桂花糕，送给你，连知府夫人都要点名要的。若是让卢昌府真的去了淮西，军械案便再无指望。要扳倒牧羊侯，那可就更难了。皇上的意思很清楚，卢昌府不能活着离开京城。好啊，那就杀，毒杀、剑杀、火烧、水淹。殿下喜欢何种法子？卢昌府此人恶贯满盈，当下虽不能以律法处置，但他必须死。堂兄以为呢？臣以为，既然要死，不如让他死在百官面前，死在朗朗乾坤之下。可是母后，这终归是陛下的天下。但是牧羊侯手下有8大恶煞，周丞相、文仲、吕程如今都已伏法就戮，那个卢昌府应该也命不久矣。那其他人咱们还杀吗？身负血债者，此事都该杀。你可想清楚了啊！我们若是对卢昌府动手，势必会引来牧羊侯的报复。定王府从前那般，我如今这般，何惧牧羊侯报复？你如今哪般？你成婚了，你有王妃了。岳林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我走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。你之前成亲就是为了离开骊山，如今你我成婚，也有段时日了。我可以上报太后，说我与你性格不睦，请求和离。
你之后回叶府，或是离开京城，天大地大，去哪儿都行。看我干什么？觉得你今日怪怪的，总劝我走，还不管去哪儿都行。你要谋反？胡说什么？我是为你好。为我好就赶紧把这碗汤喝了，汤凉了我还得再去热。如果是为了报当年大漠救下你的恩情，你在囚车上给我那包点心，也算是报恩了。毕竟没有那包点心，我挨不过监牢的苦囚。你记得我？你不跟我说，我还以为你忘了。你我成婚那日，你对我说初次见面，难道忘的不是你吗？你是什么时候记起我的？一见面就认出我了，还是后来才认出来的？我在跟你说和离的事。我在问的事也很重要。既然我们都想先问对方，那不若问朱坤瑜。若悉得通宝这4个字在上，我听你的，我们继续聊和离。若是新月文在上，那你听我的，我们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记起我的。好，那就听命运的。我们先聊之前的事，再聊和离。你快说，你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？寅时5更，早睡早起，保重身体。寅时3刻正是上朝的时候。从崇仁坊经延禧门街再到皇城，这样长的一条路，即便是再谨慎，也难免会有疏漏吧。我们可提前设伏，待他经过弓弩齐发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难。要知道，卢昌府的马车可不是寻常的马车，看似普通，但实则内里是双层榆木夹着金刚，而且马车周围还有高手围绕。我们倒是可以动手，但若一击不得手，只怕会引起他的警觉，以后再想动手可就不容易了。从大明宫龙尾道到丹阙门，百官谢道而行。皇宫大内，卢昌府不可带随行侍卫。待朝会结束，正是禁军交紧换防的时间。而且，此地守卫薄弱，正适合做他的埋骨之路。好，那我们的人就在高楼设伏。好，哦，恭喜卢节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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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了，刚才叶家来人了，说是下个月就是老太太的寿辰，叫您回去吃团圆饭呢。团圆饭。陛下、太后，牧羊侯身体抱恙，未能上朝。荆棘之地，连丧4位重臣。京兆府虽日夜彻查，却毫无头绪。臣无颜再掌信印，请陛下处罚。公叔爱卿，此话严重了。如今盗贼四起，先是杀了袁放，今又杀4位朝臣，可见其凶悍。公叔府尹如何能阻止得了？怎能只怪你一个人？何况卿只找京兆6载，平反冤狱36起，母后与朕皆心知肚明，切莫再提惩处之事了。母后以为呢？皇帝所言甚是。谢陛下、太后宽宥。陛下、太后，淮西乃控恶江淮之所要，今淮西节度使卢昌府身死，臣以为当速择良才上任。诸位可有举荐？臣有个人选，臣以为公叔养可堪此任。熙德5年怀州军乱时，其曾以京兆府尹之职督运江淮漕粮，曾连破13路水匪，是个能力。公叔爱卿确实功绩显著，且他乃母后一手简拔，人品贵重。今淮西虽险，正需卿这般忠勤体国之士。母后以为如何？皇帝所言有理，公叔卿，你可愿赴任？臣愿意，一切听凭陛下太后安排。好，拟旨。是。晋京兆尹公叔养为检校兵部尚书，充淮西节度观察处置使，赐临服金甲。3日后离京赴任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公叔府尹升任淮西节度使，京兆府尹一职空缺，必须早定人选。爱卿所言甚是。臣以为，如今匪患猖狂，此人须掌过兵，方能震慑宵小。哦，爱卿可有举荐？定王莫修尧。今日的明德殿那叫一个热闹，慕容慎举荐你兼领京兆尹，张恒远第一个跳了出来，他说你是瘸子，又是戴罪之身，难担此重任。哎呀，那牧羊侯其他的爪牙更是说你多年闭门不出，性格乖僻，也不与人交，这如何理京兆府诸事，安京城四方之治安啊？你不必都陈述得如此细致。我这不是怕我转述的不清楚吗？你别打岔，在这危机关头，你猜怎么着？阿景，你猜？华国公站了出来支持你。华国公？对呀，华国公，他都几年不在朝上说话了，不知今日为何站了出来。原本这慕容慎和牧羊侯一派争吵不休，没有定论，但华国公代表的是大楚军方啊。他一发话，东风立时压倒西风，还一脚将西风踹进了护城河，他们无力相抗，你就被定下来了。太后也未阻拦，许是顾忌华国公。哈哈，错。这牧羊侯虽曾受太后的青眼，但现在他已经是旧人了。眼下真正的红人是公叔养。你看小皇帝将淮西那么大一块肥肉给了他，太后也不能说什么。我们小皇帝这招阳谋玩的啊，真是叫人拜服。哼，人做皇帝的人就是不一样啊。
说的好似你今日去上朝了一般。我人在家中坐，祸随风而来，这是我的本事。倒是卢昌府，不是我们下的手，那是谁干的？皇帝有说什么吗？若是曾被卢昌府迫害之人所为，且无其他恶行，可予宽恕。哦，你别说，这人还挺厉害的嘛。要能找到，你不如收了他。对了，我们京城新一任的父母官，马上要上任了，作何感怀啊？我的所感是，你已经来了很久了，该走了。我听说前几日，王妃将你的书斋给烧了。哦，那损失可不小了。王妃这脾气，可有你受的。风之遥，在我的王府都敢安插眼线，胆子不小啊。我可不敢啊。王妃呢？王妃她一早就出去了。当年卢城府构陷盛世，将你们活活烧死，如今大仇得报，你们安息吧。没事吧？是不是早上东西吃多了？早上根本就没吃饭，是那个船夫的问题，一直在晃来晃去，晃得我头晕。马上就要走了，你不和师兄们说几句话？不说了，回家吧。两位客官，请慢用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下个月祖母生辰，打算回一趟叶府。要摊牌了？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总之，你一切行事都要小心。之前在碎雪关，有人在我们手中抢元凤；这次，又有人跟我们在动手的同一天杀了田丰、陈奋远和陆贽。这背后一定也有其他人在对付牧羊侯，说不准已经盯上我们了。我会小心的。碎雪关那群人还没有查到他们的底细，这些人进退有度，而且功夫都不弱。若能找出来，就把那伙人都抓出来。若实在没有头绪，也不是非把他们找出来不可。目前看来，他们并非是我们的敌人，只要不挡我们的路就可以。你说，暗中杀了田丰他们3人的，会不会和碎雪关那日的是同一伙人？难道都是小皇帝的人？也不一定就是小皇帝的人。不是小皇帝的人又能是谁呢？总不能是太后手下的人在内斗吧？如今朝堂上，除了皇帝、太后的势力，就是华国公一派的势力。田丰几个人从属于牧羊侯手下，如今他们死了，且看最后在这件事上谁得意，那谁就是这件事的主使者。有道理。对了，我在京城寻了新的落脚之地，你下次找我，不必传信去叶府了。你不在叶府住了？你不是叶家的护院长吗？护院长有什么好当的？叶府的床太硬了，被褥又潮，每日伙食菜淡粥稀。当初因着你一句话，我只身潜入叶府，3载寒暑，实在是不易。现在事情已了，李师兄我要换地方住了。那你新的落脚地在哪？
香绮楼。香绮楼，关夫子知道一定会揍你的。他年轻的时候比我还风流呢。是吗？庆双，关夫子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可不知道。青霜也来了吗？当然。阿丽，你近日在王府生活的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那青霜呢？她还适应吗？他有什么不适应的？师兄，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不是青霜，而是你自己。卢昌府死了，而且是在皇宫被活活烧死的，之后定会有人探查。你在香绮楼这么招摇的地方，进出都要留心一些。这个我自是知道，反倒是你也要小心些。你们家那位定王可不是什么简单人物。放心吧，我们相处的挺好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下山前我还请何师兄帮我算了一卦，他说我和定王定会和和睦睦，子孙满堂。好吧。哎，何师兄近来如何？他挺好的，但总是惦记家门前那棵树。和我说了好多次，这趟下山一定要抽空帮他把那棵树给砍掉。走吧，罗婉。哎，接正。王妃，外面怎么这么吵？谁来了？啊，是殿下的朋友来了，在前院呢。朋友？阿丁说是清风明乐的凤之遥凤郎君，他来找殿下借马。我去看看。哎，王妃，你总要稍作梳洗整理再去见客吧？那好，那你快一些。这经幡不够烈呀，莫老二。我要骑你那烈云。你骑不了烈云。哈哈，笑话！你能骑，我不能骑。经幡是烈云的儿子，我不骑儿子，我要骑老子。凤郎君，烈云可是大漠风沙喂出来的烈性，认过血的，去年还咬伤了西市胡商的胳膊，您小心别受伤啊。明日我要去赛马桥争取一匹良驹，你可别小气啊。哎，当年他能杀破苍北3镇，明日我便要骑着他，在马球场上连得3分。这，莫老二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次不救了，莫老二！这位娘子，快避一避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走。哎，我有事啊！哎呀，别说啊，你这位王妃跟你还挺般配，借用一下。我去见识见识你这位王妃。没事，就是擦破一点皮。怎么会没事儿？你看这都出血了。
你还让我端庄些去见客呢。我那时没想到，这凤郎君马术平平，竟还敢骑殿下的马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清风明月楼，凤之遥，见过王妃。今日王妃因我受了这无妄之灾，驸马这心生愧疚，特来给王妃送药的。你刚才在背后议论我呀？他这样的人不会与你计较，给凤郎君赔个不是。郎君恕罪。无妨，说笑而已嘛。请。多谢。这冰蝉膏啊，活血生肌，效果甚好。明日我再送12色胭脂来给王妃赔罪。药我收下了，胭脂就不必了，我也用不着。也罢，这外伤药王妃收下了，就全当王妃原谅我喽。这胭脂也不是非送不可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卖王妃一个方子。什么方子？一个专治殿下怪脾气的秘方。愿闻其详。我们这个殿下呢，其实就是这些年一个人独惯了，正缺一位像王妃这般貌美如花的妻子。依我看呢，少让她在屋里待着，多带她去那烟火人间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她那怪脾气也就去了。我们殿下如此规矩之人，凤郎君别给他带坏了。哎，这可不劳我带啊！我们的殿下墨鱼成精，一肚子的黑水。看见了吗？下次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时候，小点声。告辞。汉百年，这歌词应该出自骊山吧？骊山。新年旧人，一别多年了。姐姐是想起婉周了？当年的事情，我们也是无奈。婉周这性子，留在骊山也是好的。帝王府那边如何了？他们成亲也有一段时间了。回太后，王妃近日过得还算清闲。府中大夫人一直深居浅出，听说就连新王妃入府第一天看望都没见呢。姐姐想见见她。亏损不少啊！有愧东家呀！这几年百姓们多节衣缩食，京城瓷器市场确实不景气。我也不顺啊！前些日子水运去扬州，一船布匹，半道船翻了，布全没了。是，哎，我流连不利。王妃啊，我这铺子啊，位于这东市最偏僻的角落，平日里就少有人来，再加上堆积了不少粮食坏了，这才亏了。古董店生意难做呀，王妃，我很愧对于你啊。
还望能够辞去这职务。是呀，王妃啊，我们这几个啊，也不适合做执事，这执事呀，还得您来呀。您出身骊山，满腹经纶，想必一定有办法能够经营得当啊，谄媚为害呀。是。各位辞了工，又打算去哪儿呢？哦，我儿子要问事了啊，我得回去看他。哎呀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得回家尽孝了。最近太累了，我想四处走走，散散心。啊，对，我已经来京城数年了，这如今缘分也到了，打算成亲。看铺子都看出缘分来了，足见这铺子风水还是很不错的。明白，经营本是大不易，这些年大家都辛苦了。哪里？外祖父曾教导我要好好对待有功之人，你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。哎呀，哪里我临走前，朱夫子将这一封给杨执事儿子的举荐信交予我，让我转交给京科掌管文考的礼部周侍郎。令郎作为朱夫子的关门弟子，想必周侍郎一定会多加照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儿子怎么可能在朱夫子门下？当初在扬州，杨执事托朱夫子的同乡，才得以拜入师门。朱夫子可是文典博士，他还能撒谎与你攀师徒关系不成？慎言，骊山如今处境不明，那是断我儿子的仕途之路啊！杨执事才该慎言。骊山封山是为了修书，宫中派兵守卫是为守护山中清净。你妄自揣测圣意，为骊山定罪，这可是大罪啊！王执事，这些年山上一直缺吃少喝，多亏了你经常往山上送米送粮。不是我，我可没有。这骊山这把手，这层层的，我怎么送呀？王妃啊，你莫要误我，这可是要人命的事儿呀！这件事，山上的夫子们都可以作证。怎么可能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周执事，你怎么说？东家，圣德轩的账簿许是拿错了，我回去再盘一盘，写详细的账簿来。连本带利要盘仔细，否则他会打断你的腿。是。你们呢？是，或许是我们弄错了，我们再回去看看。对。王妃，我们没有执事了。我已经有人选了。魏庄。哎呦，大庄子啊，大喜事啊！有人给你送聘书，请你去做执事了。那聘书？哪家铺子啊？叫慎德轩。我听我当家的说呀，那里的东西啊，摆着都是价值千金，单就这么大一个喝水的杯子就能卖50贯。哎呀，魏庄要是真能聘得这执事，你们家的苦日子可算是到头了呀。是缺执事吗？缺。殿下，你要吃些东西吗？便是要做新曲，也不能不眠不休弹几天呀，这样身体怎么受得住？王妃，宫中宣诏，要您和殿下明日入宫觐见。
我和殿下。是的，还有定王和定王妃。殿下还未休息。明日便要进宫朝觐，王妃当能安枕。正因明日要进宫拜见太后，才更应早些休息，调息理气，明日好好表现才是。没想到王妃竟如此闲适放松。难道我应该紧张吗？骊山书院门庭冷落8年，太后突然垂青召见，王妃不应该紧张吗？骊山书院封山多年，未蒙圣人召幸，皆因这些年闭门修书。但我想，太后从未忘记过骊山诸多夫子和学子们。否则也不会派卫士守护骊山的清静。王妃当真这么想？我自幼对太后憧憬仰慕，也时常随阿娘入宫觐见太后。太后也赐过我宫中独有的9重糕、贵妃红，对我和阿娘也都有照拂。所以明日进宫，我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既然如此，王妃早些休息。王妃慢些。殿下。昨日睡得不好，醒得晚了些，让你等了。走。我来吧。王妃，这等粗活还是我来吧。无妨。走吧。重死！阿离，你慢点跑。皇后，阿离，我好想你呀。又长大了。晚舟。阿娘。
一别多年了，再回京城可否适应？非常适应，多谢太后。你外祖父许山长也曾是本宫的老师，不知你外祖父可好？诸位夫子可好？回太后，一切都好。外祖父身体康健，忙于修书，他知道我要下山，还托我向太后问好。其他夫子们也安好，每日授业解惑，为弟子们布置功课。骊山如今在讲些什么书？天文历法、易经术数，皆有所学。外祖父还会让弟子们去了解外面的时政。是吗？那这些都怎么讲？外祖父和夫子们之前教著九州河渠志，常提起熙德5年太后改曹为纲的壮举。听闻改道之后，少征了3万纤夫，赋税也免去了40%。夫子们都说太后是治世之能人，很是钦佩。殿下，王妃这是要偷书？谁呀？偷书谁？哎呀，快站住！为什么看书？我们能进屋说吗？现在知道丢人了。鞋子上泥水不少啊，怎么，王府到慎德轩的路这么难走吗？唉，我去帮无忧打架了。